乌俄最新战报：乌军第95旅围歼俄第155旅突击队，乌军多地反击持续。第25空降旅挫败俄军装甲攻势，俄军恢复乌南战线攻势，企图转移乌军注意力。朝鲜下令朝韩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待命状态。波兰启动陆基宙斯盾系统，并推动乌克兰入欧进程。精彩资讯即将开始。5万俄军进攻继续，但效果并不明显。目前在科列涅沃方向，俄方消息一如既往地夸大战果，称重新夺回了奥尔格夫卡、马特维耶夫卡以及刘比莫夫卡、托尔斯蒂鲁格、新伊瓦诺夫卡的大部分地区。但据战役地图显示，奥尔格夫卡依旧在乌军手中，其他定居点依旧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在战斗过程中，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第95旅还包围并击溃了俄第15旅的一个突击队。后来乌总参谋部发布报告称，全歼了这支俄军突击队，并夺取了其附近的阵地。但俄方依旧嘴硬表示损失不大，并强调其对库尔斯克的反攻还在持续。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俄军并没有在10月初完成预期目标，且库尔斯克战斗也已经进入到第3个月。据 ISW 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截至目前，乌军仍控制着库尔斯克约786平方公里的土地。近期俄军第2波反攻仅只收复了150平方公里不到的领土。同时 ISW 还透露称，俄军集结了5万大军，一部分因缺乏战斗经验，作战效果差。而从乌东回防的俄军虽然战力足够，但也再次证明希尔斯基用库尔斯克牵制乌东俄军战略的成功。刚刚结束密集访问的泽连斯基也在最新讲话中赞扬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表现，并表示他已经与希尔斯基司令讨论了库尔斯克行动和乌克兰战场局势。他称，俄军试图将乌军推回到边境以外，但乌军依旧在俄罗斯领土内坚守住了阵地，并保留了明确的缓冲区。此外，泽连斯基还赞扬了坚守在乌东战场的乌军，并强调了每一位乌克兰军人在保卫乌克兰领土战斗中的重要性。在恰索夫亚尔方向，一名乌克兰旅发言人13日报告说，俄军现在的进攻主要以小团体步兵为主，并未动用任何装甲车辆，因此俄军的每次进攻几乎都能被乌军无人机发现并进行打击。如在俄军第1442摩托化步枪团就一直被阻在克里什基夫卡村附近，又或是在巴赫穆特市西北12公里的扎里茨尼扬斯克村，乌军第30旅发动了反突击，目前战斗仍在继续。在托列茨克方向，据13日战役地图显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特种亚速旅在托列茨克市 ATB 市场发起了反击，双方开始了更惨烈的战斗。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阿纳斯塔西亚·波波夫尼科娃少校的报告显示，俄军如第123摩托化步枪旅和拉维纳营在托列茨克的突袭行动中换上了便服，所以才能在一开始时突破乌军防线。对于该消息，目前俄方尚未做出回应。在关键战场的红军村方向，乌军在收复歇里渡河阵地后，再次挫败了俄军新一轮攻势。综合 ISW 诺尔报告等消息显示，俄军13日动用4辆 BMP-3 步兵战车以及多辆坦克和越野车向乌军阵地发起猛攻，甚至其还向歇里渡河东郊的科罗琴卡矿发射了一枚 Kh-38ML 导弹。幸好乌军第25空降旅反应迅速，在战斗中击退了俄军的装甲攻势，具体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在顿涅茨克至扎波罗热州边境地区，据乌总参谋部称，从10月11日开始，俄军就恢复了对该边境地区的进攻，尤其是大诺沃希尔卡村的西南部。据乌俄双方消息来源确认，10月13日，俄军第336海军步兵旅和第394摩托化步枪团在列瓦德涅村附近对乌军阵地发起了突袭，并正向诺沃达里夫卡方向推进。同时，俄军还沿着特0518和特0509高速公路向大诺沃希尔卡突进。由此可见，俄军是想切断乌军从胡里埃博勒发往诺沃达里夫卡的物资，为拿下大诺沃希尔卡村做准备。
不过10月13日，一位克里姆林宫附属军事博主指出，俄军在乌罗谢纳向北的进攻却突然停止，目前已恢复平静。对此，有分析认为，俄军突然恢复和停止在乌克兰南部前线不太活跃地区的进攻行动，其目的是为了转移乌军注意力，防止乌军将部队重新部署到顿涅茨克州。从理论上讲，俄军若是完成顿涅茨克至扎波罗热的协同进攻目标，俄军就能通过特0518高速公路快速抵近 N15公路，从而对顿涅茨克西部的乌军造成巨大后勤压力。至于哈尔科夫，由于大部分俄军被调离，13日似乎并未发生任何战斗，乌俄双方的消息来源并未有任何战斗的报道。而乌南第聂伯罗方向，据乌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洛申的报告显示，俄军过去1周加强了在第聂伯罗方向的进攻活动，每天都会以小型步兵群发起5到7次攻击，而且俄军正在金本沙嘴上囤积武器和设备，其可能会对第聂伯罗夫斯卡湾与黑海交汇地区的附近岛屿发动袭击。最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油库大火被扑灭，大火烧了6天。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该油库已经严重受损，至少有10个油罐被彻底毁坏，另外6个油罐接近被摧毁。更关键的是，油库的连接管道也被乌军的导弹击毁，这意味着剩下的储油设施也将无法使用。该能源基地已经停止运转，对俄军的影响还在持续显露。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宣布，朝鲜总参谋部已经指示朝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状态。之所以如此，报道称主要是因为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重大主权侵害挑衅行为。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朝鲜判断韩军参与了近期的无人机入侵事件，而且据朝鲜总参谋部12日的预测，韩国对朝鲜境内及首都上空再次进行无人机入侵的可能性很高。于是，朝鲜军总参谋部10月12日下达了作战预备指示，命令边境的炮兵联合部队和担负重要火力打击任务的部队进入完全射击准备状态。朝鲜警告称，若再发现入侵无人机，即被视为韩国发射的无人机，且还将被视为是对朝鲜的宣战，朝鲜将按己方判断采取行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当天也警告说，韩军方不要轻举妄动，且尽快保证不再发生侵犯他国领空的挑衅行为。此外，朝中社还报道称，朝鲜还增设了防空监视哨所。不过，对于朝鲜的指控，韩联社同日援引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报道称，韩军没有向朝鲜发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也表态称，需要确认无人机是否为韩国民间团体发射。10月13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宣布，未来几周内，波兰将启动一个导弹防御基地，以击落飞向波兰的俄军导弹。据悉，该基地位于波兰拉奇科夫雷兹科沃村，距格但斯克约100公里，部署有容纳美国宙斯盾陆基导弹防御系统地面部分的 SM-3导弹以及雷达，是北约大型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旨在探测、跟踪和拦截飞行中的弹道导弹。其他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还包括位于罗马尼亚的美国陆基宙斯盾基地，位于西班牙罗塔的美军海军驱逐舰，以及位于土耳其库雷奇克的预警雷达。西科尔斯基强调，启动陆基宙斯盾系统将有效击落飞向波兰的俄军导弹，降低俄罗斯的威胁。此外，关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呼声近期也越发高涨，目前已经开启了入盟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波兰总统杜达近日表示，将加快推进乌克兰入欧的进程。他强调，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问题将是波兰担任欧盟轮值国的优先事项。现在，欧盟的轮值国是匈牙利，欧尔班曾试图阻拦欧盟对基辅的最新援助，但以失败告终。而当波兰轮值后，乌克兰融入欧洲的脚步将获得提速，对乌克兰的支援也将增大。据开源情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2日，俄罗斯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地区一座大型加油站突然起火，紧接着传来连续的爆炸声。俄罗斯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称，加油站起火的原因可能是油罐车或油箱爆炸，被爆炸抛起的油罐最后飞入了一栋居民楼的庭院，并沿途摧毁了一辆汽车。
损坏了一栋住宅楼的一角。初步数据显示，有4人因此事故死亡。而发生爆炸的加油站老板是一名48岁的当地商人，据称他还拥有3个医疗公司，并且是一家从事住房和公共服务行业的公司的共同所有者。目前其位置正在确定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管和计量局对 Lider 加油站的最后一次检查是在2021年进行的。随后，专家发现了9起违规行为，其中包括缺乏自动监测和泄漏检测、排放管道上缺乏指挥阀、排水装置未安全运行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上次对 Lider 加油站的检查，则是在2019年。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地区部门报告称，其将对格罗兹尼加油站爆炸事件立案。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称，要将此次爆炸事件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根据韩国媒体报道，10月15日，韩国强罗北道群山市的美国空军第8战斗飞行团基地被执警犬突然对一辆军车吠叫，引起了基地军方警觉。为了安全起见，当地军方立即派遣爆炸物小组对车辆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详细排查，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物品。随后该基地对外宣称，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特别的危险因素，军犬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过于敏感。根据路透社报道，10月15日，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讨论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以及乌克兰冬季来临前的能源短缺等问题。首先是针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的问题。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就对外宣称，将尽快逐步淘汰俄罗斯化石燃料，但未设定具体时间。然而，随着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毁，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急剧增加。尽管欧盟先后对俄罗斯实施了多项制裁，这其中也包含有禁运俄罗斯天然气，但由于部分欧盟国家仍需俄罗斯天然气，例如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等，需要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来满足部分电力需求，因此这项禁令并未完全生效。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法国和其他9个国家已发出联合信，要求欧盟委员会对有关俄罗斯天然气的来源储公司和供应商提出更严格的标准。其次是针对乌克兰冬季来临前的能源短缺问题。按照国际能源署公开的数据，乌克兰冬季电力缺口可能达到6000兆瓦，而且通过乌克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将于今年12月底到期。再加上乌克兰此前已经表态不愿意继续这项协议，因此乌克兰冬季能源缺口会更大。目前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正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季的确切方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计划恢复乌克兰约15%的需求。根据路透社报道，10月15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对外宣称，欧盟和英国对其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中盟于10月14日表示，对7名伊朗人和7个企业或组织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与伊朗之前向俄罗斯转战斗导弹有联系，包括萨哈航空公司、马汉航空公司，让国防部副部长加兰达里等。受制裁对象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前往欧盟。共有2家无人机公司和2家推进剂生产企业被指控通过跨国采购网络向俄罗斯供应相关产品，因此其也被列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英国也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不过报告中没有提及详细的制裁内容。盖里度国防部于10月15日对外宣称，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合同，采购31架 MQ-9B 无人机，总价值约34亿美元。除正式的采购合同外，印度国防部还与其生产商通用原子公司签署了一份单独的补充合同，为印度的这批无人机建立一个运营、维护、修理中心，总成本约4.8亿美元。按照印度计划，这31架无人机将分配给印度3军，其中空军和陆军将各自获得8架基础型号，海军则将获得15架海军型号。这些无人机都将在印度进行组装，并且有34%的零部件由印度本土公司生产。根据路透社10月14日报道，半尼日利亚正在向意大利采购一批军机，包括24架 M346 教练机和10架 AW109 直升机。预计首批3架 M346 教练机将会于2025年出现交付，会后陆续交付至2026年中，而 AW109 直升机将在2026年出现交付。
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拜登要求俄罗斯减少外交使团的雇员人数。预计到10月17日，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将只剩下2名外交官，其中一家将继续在斯瓦尔巴群岛运营。不过，由于人手不足，从10月15日起，外领事馆的功能将受到限制。表示他将停止在巴伦支堡举办招待会，直至另行通知。另外一家俄罗斯驻希尔克内斯领事馆将彻底停止工作，市民的接待和现场服务只能通过该市的签证中心进行。媒体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挪威为何要求俄罗斯减少外交人员，可能与乌俄战争有关。根据法新社10月14日报道，22日夜间，乌克兰成功摧毁了一架停在俄罗斯奥伦堡州军用机场的图134运输机。需要注意的是，奥伦堡州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1000公里，要想在这么远的距离实现精准打击，大概率是某种远程武器或者远程无人机。不过，乌克兰并没有提供有关于此次攻击实施方式的具体细节，俄罗斯也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近日表态，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会发生直接对抗，匈牙利将避免这种情况。因此，匈牙利的意思很明显，在乌俄冲突尚未正式平息前，该国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需要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曾于10月3日访问乌克兰。访问期间，他表示，但乌克兰终将会成为北约的一员，俄罗斯不会在此事上拥有否决权。不过，吕特以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决定为由，并未给出乌克兰可能入约的具体时间。作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视为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根据美国空天军杂志报道，由于加手纳基地的一些 F-15战机已经老化，为维持该基地的战力，美国已向其部署了新一批 F-16和 F-22战机，其中 F-16战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小空军基地第77远征战斗机中队， F-22来自阿拉斯加埃尔蒙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第525远征战斗机中队。目前这些战机已经抵达加手纳基地。除这些新入驻的战机外，弗吉尼亚州朗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第27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22仍留在该基地。根据自由时报10月15日报道，美国诺马公司通过将先进的自主飞行系统安装到美国陆军实验性的黑鹰直升机上，来对黑鹰直升机进行升级。该时从单飞行员操作，转变为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无人机。升级后的黑鹰被命名为 MX。 诺马公司表示，Y7升级将有助于确保黑鹰直升机即便是到了2070年代仍能保持其作战效能。根据战区报道，莱昂纳多公司在美国陆军协会上推出了一款微型电子战干扰器，名为耀眼风暴，采用数字射频记忆技术，能有效捕捉并模拟地方雷达讯号，从而创造出大量虚拟目标，以扰乱敌方防空系统。而且它的重量只有 2.5 公斤，能够轻松安装在各种载具上，例如小型无人机和制空弹药等。此外，耀眼风暴还能通过传统干扰方式让敌方雷达系统发送大量电子噪音，也能设计成可与其他系统进行网络化联合作战的装备。这意味着当多个平台同时进行电战对抗时，其还能够协调并提供更强大的干扰效果，进一步降低敌方雷达的反应能力。目前，耀眼风暴已被许多国家订购，但将安装于各自的 KF-35上，作为其主要的电战手段之一。而且，按照莱昂纳多公司设想，耀眼风暴未来可能被应用于多个领域，例如干扰敌方炮兵雷达或沿岸监视雷达等，进一步扩展其战场效能。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海军近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了雅库茨克号的下水仪式。据悉，雅库茨克号是俄罗斯为其太平洋舰队建造的第6艘，同时也是最后一艘06363项目常规潜艇。其下水后还将在码头进行乙装，外边则进行季泊试验、海上试验和国家验收试验。待所有试验均达标后，预计该潜艇将会于2025年正式交付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根据防卫博客报道，德国向乌克兰交付了新一批豹2坦克，
黄鼠狼步兵战车以及 PZH-2000 榴弹炮等装备。随后，德国图片报也就此事发布了相关报道，并引述德国国防部内部文件称，这是最后一笔武器转让，之后德国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此外，图片报还表示，德国先前宣布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计划，只是之前承诺的一部分，并不是新增加的军援物资。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军恢复乌南战线攻势，转移乌军注意力，战术能实现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